中华帝制从来是威权主义制度，就是极权主义制度是个现代制度。经济学里讨论的人，讨论的那个 consumer 背后是有假设的，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些，它叫公社或者叫公理，那个公理背后反映的是有人权的人。没有人权的人和经济学里假设的人根本不是一样的。不要误认为这个企业家作为私有产权的所有者，你真的拥有你的财产，这个是误解。你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你的人权没有保证。当人权没有保证的时候，那个名义上挂在你名下的那个财产不是你的。如果人们跟着他走民族主义的路，实际上人们是在帮助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压迫人们自己。就是任何人盲目的跟着民主主义叫喊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摧毁你自己。就是现在经常有人在关注每天的中国的经济状况，对，还有就是在关注最高领导人他今天上了电视没有，他健康情况怎么样，有什么人在给他出政策，所以关注最高领导人上下有没有意义？关于极权主义制度下最高领导人当然非常重要，因为极权主义制度意味着这个最高领导人真的是决定其他人的这个生死存亡的。那么他决定了他身边的最高官的生死存亡，那么这个当然就合在一起，就决定了整个就是这一个经济体，这一个政体，它的各种动向，所以当然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当我们这个知道了就是它这个极权主义的最基本的特点之后呢，在出现这个人事更迭或者继承这些方面的问题的时候呢，那么实际上我们的这个制度基因的讨论，关于制度的分析的这个讨论是非常有帮助的。这是什么道理呢？他的这个帮助呢，就是告诉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极权主义制度下呢，当这个出现人事更迭，就是最高领导人的人事更迭或者是继承等等这一类的问题的时候呢，你会有相当清楚的一个预测，就是它那个最大的变化能变到什么程度，就是你有和没有这个科学的概念、科学的分析啊，实际上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是不一样的。就当你有了这个科学的分析之后呢，你知道呢，它的这个变化，它的界限在哪儿？就是第一点，我可以肯定，就是完全有把握的肯定，无论是发生什么样子的变化，它不可能变成民主宪政制度，就是不可能，因为它不存在这个制度基因。然后呢，最好的情况可能是什么呢？最好的情况可能是，就是退化成为威权主义制度，就是一个极权主义制度，当它发生人事更迭、发生重大的变化，甚至外界的冲击，这个各种冲击都合在一起，最幸运的事儿都发生了，所有都合在一起，最好的可能就是变成一个威权主义制度。那么这个最大的概率呢，是从极权主义制度变极权主义制度，就是从一个领导人特点的极权主义制度变成另一个领导人有个人特点的极权主义制度，但是呢，在基本制度上没变化，基本制度上都是极权主义制度，但是这个领导人的个人的特点可以有不一样，就是有的人文化水平高，有的人文化水平低，有的人更这个狡诈，有的人更鲁莽，这个有的人更会掩饰，有的人更赤裸裸，就是有的人更好战，有的人更稳健，就是你碰到的特点就是这个，但是它是极权主义制度，极权主义制度意味着它不允许存在和共产党并立的任何组织，它尤其是政党，它不允许党内存在派别，它不允许这个任何的有组织的行为，就是在这个极权主义制度下，它不允许任何就是不经这个共产党允许
独立的有组织的行为，不允许，任何都不允许。然后所谓现在存在的这个私有产权，实际上它以破坏人权，它以压制人权的方式跨越了产权所有者的权利。这个是必须要大家清楚的，就是不要误认为这个企业家作为私有产权的所有者，你真的拥有你的财产，这个是误解。你在极权主义制度下，你的人权没有保证。当人权没有保证的时候，那个名义上挂在你名下的那个财产不是你的。这是你必须就是所有人必须明白，不光是企业家自己明白，全社会的人都需要明白，这是极权主义的基本特点。这是极权主义的，就是在传统的共产集权制下，连名义上的私有财产也没有。但是现在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正在变化，这就刚才我为什么在强调，就是中国有这个危险，它从一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极权主义制度逐渐朝着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为基础的极权主义制度，这是一个极其危险的转变。就是如果这个转变它最后转变过去了，如果人们跟着它走民族主义的路，实际上人们是在帮助这个极权主义制度压迫人们自己。就是任何人盲目的跟着民主主义叫喊的时候，你实际上是在摧毁你自己。就是所有人需要认识到这一点，然后你自己的财产并不真的是你自己的，因为人的财产的权利，人的产权是人权的基本的部分之一，但是人权是合在一起的。当你没有生命权的时候，当你没有言论自由的时候，实际上是你就丧失了，你就完全由于你的生命权没有，迁徙权没有，言论自由的权利没有，完全由于这些就可以丧失了你名义上的对财产的所有权。其实您可能还是更希望大家看到真正的制度性的问题，这个尤其在制度基因这个框架下，更核心的人权、产权、政治参与的权利、政治权利本身的问题。对。另一方面，每天又在有经济新闻出来，对，很多人大家会说您有点有意的把经济问题政治化，这个有点五毛批评哈，五毛型言论的批评。还有另一种就是相对主流的或者相对正统的经济学者，甚至有一些经济系统的分析师，什么银行的投资分析师、投资战略顾问都会这么说，说我们抛开政治问题，我们只谈经济数据，只谈经济规律，只谈经济曲线，对对，否则你就过于意识形态化，你就会更主观化。所以我刚才几个问题抛出来。首先第一点呢，就是对中国的经济的判断呢，是离不开对这个制度的理解。就是当你对中国的制度没有理解的时候呢，那么你对中国的经济的判断呢，大的判断一定会出错。就是小的短时间的有可能弄对，但是大的判断是一定要出错。这个道理是非常简单。这个原因呢，是因为重大的变动和重大的发展趋势是由这个制度决定的。而我们通常是接受的经济学的训练，我前面已经花了相当时间解释。我们通常接受的经济学的训练背后有个假设，背后呢假设是人权是受到保护的，是法治的，是宪政的，所以没有人会侵犯最基本的权利。然后这些决定是市场上分散的私有者们分别做的决策。而你在中国，所有的土地都是国有的，几乎所有的银行都是国有的，所有的上游都是国有的，重大的这些政策直接就已经你哪怕你不关心政治，你不关心中国的制度，但是这些重大的决策不是由私有者们自己这个决定的，就不是市场上的这个供给需求达到的那个均衡，不是这么出来的。就是你那个供给侧是这个全部都是国有的土地，国有的这个银行，这个国有的上游，国有的这个制高点，这是供给侧，它已经都已经定在这儿了。然后需求侧有非常大的需求侧，也是政府的需求侧。
所以呢，这个你用这个经济学的道理和这个经济计量学的这个统计，实际上呢，这个你没有办法抓到这个制度上产生的这些问题。再有一个呢，就是当人们说讨论经济的时候，不应该有意识形态，不应该有这个政治的倾向。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话是对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需要客观，就是客观的分析不应该是来自意识形态，客观的分析不应该来自于你喜欢它还是不喜欢它。这从这意义上讲是对的，但是从另外一个意义上讲呢，这句话呢可能太近视了。近视的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社会科学实际上是不可能离开意识形态的。就是当我们讲社会科学的时候，比如说经济学一上来，那个关于什么是人，经济学里讨论的人就是 consumer， 经济学里讨论的人，讨论的那个 consumer 背后是有假设的，就是那个所有的那些，它叫公社或者叫公理，那个公理背后反映的是有人权的人，没有人权的人和经济学里假设的人根本不是一样的。所以呢，你如果不知道这一点，你说你没有意识形态，实际上你就搞错了。这就像我们这个作为医生啊，你是看的是这个人还是看的是动物？这个是不一样的。这个人是一类的，这个动物是另一类。动物里你又是鸟还是哺乳的？是哺乳的你是这个猫还是狗还是马？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如果不知道你这个对象是不一样的，你就搞错了。你们在生命科学里，你可以说我很抽象，所以我很抽象，我不管那是人还是动物，我管的是细胞。你可以，你管的是细胞，但是你只要一到了医上，你就必须先知道你那个细胞是人身上的细胞，是在人身上活动的那个细胞，还是你这个细胞是那个动物身上。这个是合成了到了人身上和合成了到那个老鼠身上是不一样的。你可以用老鼠去做试验，但是老鼠做的试验是不能简单用到人身上的。那么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制度讲的就是那个它的一系列的基本运作的机制是不同的，背后你讲到这个基本假设，那个假设也是不同的。所以呢，不知道这些最基本点的人，实际上是没有掌握经济科学。我了解我们自己这行，就我们这行的多数他真的是不知道，就是他是一种误解，他误认为我们社会科学必须是没有意识形态，没有政治立场。他误认为这个没有政治立场也对，我既没有民主党的立场，我也没有共和党的立场，我更没有共产党的立场，对，但是我有人权的立场。人权的立场不是党的立场，是人的基本权利的立场。就是这个，我一方面是说我们把人权、产权、政治决策权作为我们分析的最基本点，另一方面人是离不开立场的。就是我的立场是，我是站在保护人权那一侧的，我不是站在反对人权那一侧，我也不是站在人权无所谓的那一侧上。就是我之所以把制度定义成这样，原因是因为我认为人权就是最基本的。那么我同时一方面这是我的价值观，另一方面我认为这也是社会科学的最基本的现象。就我认为不知道这个的人讨论社会科学一定是弄错了。就是你讨论社会科学，你不知道人权是最基本的，你一定是弄错了。您还是太绅士了，您用的是弄错了，您还是太绅士了。好了，那我们具体再问一些问题。为什么要问？因为这个过去这几个月认真的看了很多您这个记录基因的解释啊，这个视频的朋友其实也很认真的在跟着您学，所以就包括我们大声有好多观众就是在各种各样的平台上都在提问。研究清楚这以后，一个问题就是制度基因的决定性作用有多大？好多人都在问这个问题。有2个用户，一个叫 Gary NN611，他真的在我们那个就是您完整的这个2个半小时的视频看完了以后，他提了一个问题，但这您可以快速回答。他说德国在魏玛共和国时期
实行民主宪政体制，但后来却走向了法西斯集权。那么所谓的制度基因能起到多大的决定性作用？如果并不能完全起到决定性作用，用制度基因来解释社会制度的变化，是否有很大的不足？对，这实际上我先回答这个抽象一点的问题，就是说这个制度基因，到底在多大意义上是决定性的？制度基因呢是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所以从这意义上讲呢，就是作为必要条件，它是决定性的，但是它不是充分的条件，所以呢，就是它又不是决定，不是决定性的意思就是说，它还需要那个机会得到，那个机会不到，它不会发生。它不是说制度基因会让这事儿自动产生，它不会自动产生。比如说，当人们讲到，无论是台湾也好，韩国也好，还是日本也好，就是它后来都变成了这个宪政，那么它都有它的制度基因，就是这个必要条件都在了。然后最后在发生的时候，那么你还有相当多的就是历史事件，比如说历史事件里就是包括了蒋经国他能够意识到他不应该流血，因为是挡不住了，他意识到挡不住了，那是制度基因带来的，他挡不住了，所以这是制度基因告诉他这事儿挡不住了，所以我宁愿顺应潮流。但是他能不能认识到，不是所有人都能认识到。那这个是蒋经国作为个人是了不起的地方，我们要就是给他 credit。那再一个，李登辉也是社会压力这么大，这就是制度基因带来的，然后他能顺从。然后这个韩国等等都是这样，它这个只是个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那这个再有就是这个历史呢，实际上呢，在相当大程度上，历史就是制度的演变呢，实际上是一个就是这种带有随机性的。但是这个随机性并不真的是完全随机的，这就是为什么制度基因重要。就是制度基因是它的非常基本的那个部分，是它的这个必要条件。在这个必要条件下，它是随机的，就有点像天气预报。那回到这个德国的事儿，就是实际上呢，魏玛共和国建立的时候呢，德国的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并不完善，是远远不完善。那么这个之所以这个纳粹能够弄成功，这个背后呢，实际上在当时的德国是这个有3个力量在这个互相斗。就是说，它的制度基因有3个部分，3个部分里一个部分是民主宪政的力量，就是使得它建立了魏玛共和国。但是还有另外2个力量，另外2个力量都相当大，其中力量之一是这个民族主义。这个民族主义后来就是被一下煽动这么高，最后变成纳粹。它这个制度基因是原本就在那儿。而且这个制度基因呢，是在这个德国统一，就19世纪后半截德国统一的过程中，逐渐越弄越高，就是俾斯麦时期就已经搞起来的，就是搞了很长一段时间，好几十年了，并不是短期，不是希特勒一个人弄得起来的。另外一个力量就是帮助了纳粹的另外一个力量，共产党。就是当时呢，就是从1918年起。布尔什维克搞的这个共产国际就跑到了德国，开始搞这个暴动。德国许多城市发生了暴动，还发生了兵变。在共产党的这个非常严重的挑战下，帮助了民族主义来压共产党。因为德国人主体不喜欢共产党，但是共产党非常暴力，所以给了纳粹机会煽动民族主义，反过来压共产党。所以呢，要理解它，必须要理解就是这个制度基因里边的复杂的关系。但是制度基因是一个非常有帮助的一个分析工具，能帮我们看清楚它发生了什么。您顺便就把另外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制度基因的决定性和偶然性这问题，你也解释了。所以其实您的观点是认为是有相当重要的决定性，但是还是有偶然的条件要出现的。对，就有点像什么呢？有点像这个预报地震。我们说加利福尼亚是地震带，但是没有人知道什么时候地震，然后也没有人知道具体发生地震是多大的。原因呢，是因为我们物理上知道这个地方
积累了这么强的这个应力在那儿，早晚要爆发，这个能量是多少是知道的。但是爆发的时候怎么爆发，有很多很多其他条件，这个是不知道的。所以呢，它是决定性里边做这个最基本点，其他部分呢是随机的，就不知道了。还有一个就是，刚才其实跟着一句，我跟一句吧，因为您刚才说到了，您说其实中华帝制，在最后末端对社会的影响，其实那个时候是威权的，还不是集权的。中华帝制从来是威权主义制度，就是集权主义制度是个现代制度，这个是其实是定义。集权主义制度是以集权主义党为基础的，集权主义党本身是现代制度，就在没有产生集权主义党之前，不存在这样类型的制度。那说中国的问题的时候，现在老把中国的集权社会比作秦制嘛？其实上一次您说过，其实不是，更关键的影响还不是秦。虽然现在经常我们把这个需要专门时间讨论，因为这个要展开挺大了。行，但这个要讲一下，因为这也是一个只要你提出来，我这个行，因为这也是个挺重要的误区，因为大家现在经常会把现在目前的集权状态变成秦，其实还不一样。您上次露了个头，所以好多人都在问，您怎么能这么说呢？这一个问题是我这个书的这个根儿上的大问题2/5的内容，所以我可以比较简要的行就针对这个问题。那今天你只要问了，我就会行。所以谢谢习老师。我知道关于制度基因的问题，其实很多很多问题，很多讨论。所以其实还像您说的，可能这是一个认识这个问题的框架。啊，我们还可以继续讨论。对，继续讨论。如果英国的民众选民普遍认为他们不希望再存在王室了，只要一投票他就不存在了，他知道，所以呢他们就跟政客是一样的，他每天小心翼翼像政客一样的表演，像政客一样要吸引民众，要让民众爱他，只有民众爱他，他才能生存，民众不能动摇他，他不需要关心民众怎么想，但是民众可以动摇他，他知道，民众不能换君主，但是民众可以说我不要君主制了，那他就，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非正式制度，那个背后呢，就是是这个社会共识，经济学的所有的原理能不能应用？它的背后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有没有法治，没有法治的时候，经济学的大量的基本原理实际是不能应用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者，要大量的力量花在这个地方，要讨论它。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法治，一定首先看是不是司法独立的。那在中国就太简单了，中国共产党是不断的反复强调党领导一切。党领导法，就是党国是合在一起的，党国都已经替你决定了，党国当决定了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谈判吗？我想要强调的，我们讲制度到底讲的是什么？比如说，当这个产权和这个政治权全部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那实际上呢，这个所有的普通人就变成了奴隶。首先，关键问题，您想讲制度，因为这样对您这本新书《制度基因》的这本书的理解会很重要，所以您就讲一下为什么要解释制度，什么是制度？对，既然要讨论制度基因呢，那一定得要先讨论制度，才可能讨论制度基因。但是什么叫做制度呢？这个实际上就是无论是在这个民众普遍的理解里，还是在学者里，在学术界，这个并不是只有一种看法的，就是这是有不同看法的。那么这个我想先要这个非常清楚地解释一下，就是我讨论的制度是什么意思，就是为什么讨论制度。
首先呢，就是这个，我先用一下就是在学术界最流行的一个定义。那么我先交代一下这个学术界最流行的定义。这个定义呢是这个道格拉斯诺斯提出来的。这个呢，他是在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奖。我这个年不一定记得准啊，就是90年代诺贝尔经济奖，是因为他关于制度变化的这个讨论。那么他的定义，他把制度他做的定义呢，就是说制度呢是这个是人这个人的行为的这个规则。那么他把这个人的行为、人的这个博弈这个规则，他把这个另外和这个合在一起的呢，就是人自己为自己设计出来的这些约束，就是怎么样限制自己的。他把这个呢定义成为叫做制度。那么我说的制度呢，跟他说的呢，原则上是一回事。所以你可以任何人熟悉诺斯的定义的人呢，就可以认为那就是我的定义。但是呢，我有意的把我的定义的范围收窄了。收窄的原因呢，是因为他的定义呢，他在提出这个定义时，他是有意识的要让他的定义是包罗万象的，它包括所有的制度。但是呢，我呢是有意识的要让我讨论的制度呢，不是包罗万象的，而是我只关心最重要的制度。所以呢，当我说制度的时候呢，我把它收窄了。我说的制度指的是什么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我用比较抽象的方式表达呢，就是指的是这个，怎么样给人提供激励机制，怎么样人和人之间能协调，就是这些最稳定的、最基本的提供激励机制和协调人的行为的那些，我把它叫制度。就是他说呢是所有的这些规则，那所有的规则那就多了，那就比如说足球、篮球，这个家庭、婚姻什么，这都是制度。但是我说的这个呢，我说我只看就是这个重大的提供激励机制的和提供协调的这些，所以我把这个问题呢就收窄到一个范围里，就是大的事情里。然后再具体一点呢，就是我讨论制度的时候呢，我最关心这个3个基本的要素。我这3个基本要素一出来就收得更窄了。是哪3个基本要素呢？第一是人权，第2是产权，第3是政治决定权。所以我只关心，就是当我讨论制度的时候，我定义在这个范围里了，就是人权、产权和那个政治决定权，就政治决策权这3个范围里，就是不在这个里我都不讨论。我不是说那不是制度，而是那不是我讨论的范围。那么我讨论的制度基因呢，都是在这个范围里讨论的东西。等会我再回来讨论，再说制度基因的问题。就是这个制度呢，当我们讨论定义到这3个基本要素的时候，我下边的所有讨论制度无非都是在讨论这3个基本要素。就是你任何一个具体的社会，在这个具体社会里，人的基本权利是怎么样子的，然后这个产权是怎么样配置的，然后政治权利是怎么配置的。关系到产权和政治权的时候呢，这里面有另外一个重要的我基本看问题的角度呢，就是它的这个在社会上的结构，就是它的产权是什么结构的，它的政治权是什么结构的。这个什么叫做结构呢？用一个最简单的话讨论呢，就是说这个是高度集中的呢，还是分散的？明白。比如说这个产权最高度集中的就是全面的国有制，就是都集中到一起去了，所有的个人都没有产权。那么这是2个极端，就是一个极端呢是所有的人都有差不多的产权，这就是平均主义。另一个极端就是这个，当然也是平均到了所有人都没有，只有国家才有，是谁掌握了国家，谁就掌握了一切。那政治权利也是一样，就是说这个政治的决定权是所有的人大家都有相当的政治决定权呢，还是说这个政治权全部都集中到了一个党手里、一个人手里？
所以呢，就是我把它叫结构。那么当我们讲所谓的制度的时候，制度讨论的就是它的产权和它的政治权利，它的结构是什么样的。由它的产权和它的这个政治权的结构，就决定了在这个社会里它的人权是什么状态的，就是人权是得到保护的，还是人权是永远被侵犯、全面的被侵犯、被这个践踏的。那么这个比如说，当这个产权和这个政治权全部都集中在一起的时候，那实际上呢，这个所有的普通人就变成了奴隶。那么只有当这个产权和他的政治决定权是分散在这个所有社会的所有的人的手里的时候，这些人才是人。他的人权就是当我们说我们这个保护人权的时候，听起来像是一个口号，实际上人权是不是能得到保护，并不完全取决于意识形态，并不完全取决于人们是不是想要保护，而是人们有没有能力保护，就是人们是不是能意识到自己有那个权利，是不是意识到自己不但有这个权利，而且希望保护，而且有能力保护。那么当人们能够意识到他有这个权利的时候，那当然他得有，他才能意识到。当人世世代代都没有基本权利的时候，人们就不会有那个意识，他有这个权利。所以这个呢，就是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呢，这个其实就是我想要强调的。我们讲制度，到底讲的是什么？因为制度就是如果我简单的就是用诺斯的那个定义呢，它包罗万象了之后，那么人们就会这个搞不清谁是重要的，谁是次要的。很多人呢，他说他讨论制度，但实际上他研究的是非常非常细微末节的，它是制度，但是它是非常细微末节的事情。可是呢，我希望呢，我们最关心的是最大的那事情。什么是最大的事儿？就是践踏人权的还是保护人权的。在这里边，在这一个社会里，这个多数的人是被人统治的，还是多数的人是能决定自己命运的？那么这就是这个我认为这是作为社会科学最应该关心的问题。那当然马上一个接下来的问题就是人们会说啊，你是一个经济学的人，为什么讨论一个看起来跟经济学没关系的？那么这个呢，我就想要这个解释一下，就是实际上呢，就是这个相当多的人呢，就是这个社会科学在发展的过程中，它会有意识的要把某个学科呢，要把它跟别的东西分开，就是某一类的现象跟别的现象要分开，认为这个呢是一个分析问题的办法。但是呢，当这个从科学的角度讲，就是这人们叫分析，管这叫分析，就是所谓的分析，就是首先isolate， 就是把它分隔，分隔了以后越分隔越细，越分隔越细，管这个叫分析的，就叫做第一步。那么这个呢，从科学的角度讲，这是这个不可避免的要做的事儿。但是呢，科学一定不能就停在这儿。实际上就不光是社会科学，就是自然科学都一样。自然科学，你比如说这个物理科学，你有物理科学同时讨论所有学科里最小的就是基本粒子，同时又讨论所有学科里最大的就是宇宙。那么传统上就追到更早呢，人们会把讨论最小的和讨论最大的是分开的。但是今天的物理学这两个是分不开的。这个自从这个爱因斯坦开始探索统一场论以来，一直到现在，实际上所有的物理学的最挑战性的、最这个重大的问题，就是设法把讨论最小的，就是基本粒子的，和讨论最大的，就是整个宇宙的，把它们合在一起，你才真的能对物理世界有理解，而不是这个分不开。实际上，那么社会科学跟这是一样。就是经济学呢，它是社会科学的一个部分。那么一个传统的看法呢，是说经济学你讨论的呢，就是所谓资源配置问题。这个东西呢，大概统治了经济学100年的历史了，就是把经济学定义成
讨论资源配置的问题。那我的看法呢，就是这个呢，在经济学发展的一个阶段，它有一定的好处，就是它把问题分开，然后帮助人们在一个比较窄的范围里，能够这个集中力量去分析清楚。但是呢，就跟这个物理学的发展相似，就是实际上呢，这个是这个到时间了，该要这个改变人的看问题的角度，到底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实际上就是哪怕我们关心的只是资源配置问题，哪怕你真的不关心任何其他，只关心资源配置，实际你也离不开我们刚才讲的这些问题。刚才讲的问题就是这3个基本要素：人权、产权和政治权利，他们是怎么这个社会里是什么样子的？比如说，我们讲一个市场经济的资源配置。那么什么是市场经济？当我们用市场经济这个概念的时候，实际上呢，背后有一个隐含的假设，这隐含的假设是私有制的。什么叫私有制？还有一个隐含的假设，当人们通常叫私有制的时候，指的是在这个社会里，普遍的这个社会里的人都拥有私有产权，并不是说你的社会里只有几个这个垄断者拥有私有产权，这就叫私有制。通常说私有制指的不是这，指的是普遍的人们都有私有产权。那么在社会上普遍的人都有私有产权的时候，那么这些拥有私有产权的人，他们有自己的利益所在和有自己的能力所在，要求保护他们自己的利益，由此推动出来的产生出来的政治的结构，这种政治的结构我们把它叫做民主宪政的制度。那么这民主宪政的制度实际上是市场经济的基础，就是你离开了民主宪政的制度，这个市场经济是不能正常运作的。但是呢，经济学家因为经济学产生的相当晚，那么产生经济学的时候是，比如说通常人们认为是亚当·斯密这个开创的政治经济学。那么以亚当·斯密划界，那是什么时间？那是产业革命已经开始的时间，那个是这个民主宪政就是宪政已经建立的时间，民主还走到半路，就是半民主，不是完全民主。半民主的意思就是，社会精英是投票的，但是你不是社会精英，就是那个社会精英的不是很小的圈子，但是呢，它不是全体的人。那么这个呢，在这个背景下，后来才推出来的，全民都可以投票，那是慢慢推出来的。但是它的基础是宪政，就是它是在宪政的条件下，所以呢，实际上这个当亚当·斯密开创政治经济学的时候，在亚当·斯密的讨论里，从来政治经济制度就是他讨论的核心问题。所以就是经济学，如果我们说产生在亚当·斯密，那经济学在那个时代是离不开讨论政治问题的。亚当·斯密当时的讨论的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英国跟法国的对比。那为什么英国跟法国的对比会有这么大的差别？在他那个时代，原因就是因为英国是宪政制度，在宪政制度下，它保护了产权，那么保护了产权，才使得人有好的动力。那人有好的动力，在市场上能够这个运作，才有这样的结果。而在法国，当时绝对君主制，在绝对君主制下边呢，就是你这个对产权的保护就不够好。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人们就不敢投资，因为投资怕被这个路易14、路易15怕被他们割了韭菜。这个当人们都怕被割韭菜的时候，你那经济就没办法发展了。那么这个其实就是政治经济制度。所以呢，这刚才讲的还是亚当·斯密。如果我们讲到今天，我们怎么去理解这个中国的经济？我们怎么去理解就是当今的这个社会？实际上，自从这个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以来，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一建立，就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基本的背景，就是整个的世界分了2个大阵营，一个叫做资本主义，
一个叫做社会主义或者共产主义，那是共产党集团。那么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共产党集团的一个成员。那么至今这个也没有变，就是虽然这个共产主义集团在这个1989到1992期间，这个苏联东欧的部分解体了，但是中国还在，中国仍然是那个制度，这个基本制度和那个时间比，并没有发生最基本的变化。因此呢，怎么去理解就是中国的经济是什么样？所以我呢是这个1984年出去留学，这个实际上我出来留学的时候呢，我的第一个脑子里边的最重要的这个一个基本的一个线，就是中国的制度和美国的制度是两个不同的制度。所以我记得我当时会和我的这个授课的老师私下里谈，我说我到了美国以后，我感到很难理解美国的制度，因为呢，我说我就相当于是从月亮上来到了地球，这个地球上是有引力的，月亮是没有引力的。然后呢，我在月亮上没有引力，我觉得是天经地义的。忽然到了一个有引力的地方，这一切都是不一样的东西。那么这个呢，实际上就是我看待经济学的这一系列的讨论的时候，从来这我是没有变过的，在这一点上，从来都认为任何经济学上的基本假设你都得重新想一遍，就是经济学里已经有的那些内容，它背后有个基本假设，它背后的基本假设是它是宪政的，它是那个法治的。那个宪政和法治在经济学里是个天经地义的，和是有人权的，就是人权、宪政、法治这些全部都是背景。那么一系列的所有的经济学上写下来的模型啊，经济学上的所有数学上推导的东西啊，等等等，它的起点是你先认为所有人都有人权，你先认为所有事情背后有个法治在管着，你全都认为它是宪政的，没有人会侵犯，然后才有后边所有这些东西。然后你一旦开始讨论了中国了，你就要重新想，人和人的关系是这样的吗？人有人权吗？你就这个有法治吗？有宪政吗？那么我现在讲的还有点抽象，稍微具体一点讲，那就是比如说经济学里最重要的一个基本内容是关于契约。但是什么是契约？契约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契约的双方是平等的。对，契约的签订是自愿的。所以呢，在经济学里呢，当他写模型的时候，它里边有个很重要的基本条件，就是都是自愿的，你不愿意你就走。但是呢，在共产党统治的中国里，共产党和人的关系是这样吗？比如说你是一个国有企业，你个国有，尤其是在这个改革开放还没有的时候，或者改革开放刚刚开始的时候，那个情况就是更是非常突出的严重的，就是这个你普通人和企业是平等的吗？你普通人跟企业可以谈判吗？然后你这个你不同意，你可以走吗？这个甚至连分房子，甚至连生孩子，所有的东西，这个党国是合在一起的，党国都已经替你决定了。党国当决定了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谈判吗？就是这个东西呢，就是经济学的道理是套不过来的。所以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这个其实非常具体。这个不是简单的，就是我要套一个词、套一个概念，而是非常具体的。就是我们碰到了实际的问题的时候，哪怕是纯经济问题，你怎么去这个理解它？你一定不能简单的搬用这个经济学里的东西就搬过来。原因是因为经济学讨论的内容，它背后有假设。当你的这个条件不满足它的那个隐含的假设的时候，你搬过来你就全都搞错了。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就是讨论为什么要讨论制度，然后制度为什么这个经济学要讨论制度。那么这个原因呢，就是实际上当经济学要
拿来这个讨论普遍的现象的时候，你就一定不能够局限在原来已经有的隐含的假设，还有就是那个隐含的假设一定不能只是隐含的假设，就是你得把它非常清楚的直接去看了，就是你需要，就是有点像比如说这个牛顿力学，他说这个万有引力定律，这个其实是个假设，就所谓万有引力定律实际上是个假设。那么你到了这个广义相对论，它这个就把这个假设就抛掉了，就没有这个假设了，它就变成了说这个实际上是这个质量自己会产生空间，然后这个质量会产生空间的曲率，由这个才产生出来一个更广泛的理解，但是它把牛顿力学的内容包含在里头，跟这个道理是一样的。就是经济学一产生的时候，亚当·斯密的时代，它是假定人和人之间是一种和谐的关系，因为它是这个苏格兰学派，苏格兰学派讨论的是从苏格兰那个地方开始，产业革命产生的那个地方，那么人和人之间的这个和谐的关系才有契约精神。人和人之间当它不和谐的时候，实际上契约精神是没有可能产生的。无论是亚当·斯密也好，还是这个休谟也好啊，这个都大量的这个对这个问题有讨论，而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制度。那么就是你这有没有可能，能有契约，有没有可能能这个契约大家是互相相信的？就你为什么你定了一个契约你就相信？那么这里头就是一个层面，就是因为当所有人都认为你按照契约做，别人也才会按契约做。你今天为别人服务了，别人明天会为你服务。当人们是这样子的一个普遍的社会共识的时候，你就有契约精神。这是一个面。这我刚才讲的话，实际上是用大白话来复述休谟的话，就是休谟就是解释产业革命时期的契约是怎么回事儿。那么契约是怎么回事？那是一个基本制度。这个不是说这个你想要有它就有的，这个跟你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环境是在一起的。就是如果你去跟这个某个地痞流氓，或者你跟一个这个党国的机构定了一个契约，然后他就不但毁约，而且还使用暴力对待你，那么你搞他2次以后，谁也不敢再相信这个契约了。对不对？你不敢相信的时候，你怎么办？你要想出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办法来。你就各种各样的奇怪的办法，虽然表面上有契约，但是实际上你这不是在有人权、有法治的这个社会里人们的做法，就是另外一个做法。那么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法治，就是为什么这个法治是那么的重要？然后当然也还关系到什么是法治。这个法治，这是治理的那个治，就是 rule of law， 就是法治，就是因为这个中国共产党呢不断用特别混乱的概念来搞乱这个概念，所以这个地方呢必须要简单的解释一下，就是其实所谓的法治里边最重要的就是司法独立，就是当没有司法独立的时候，一定不存在法治，就是司法独立是法治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是必要条件。所以呢，看一个地方有没有法治，一定首先看是不是司法独立的。那在中国就太简单了，中国共产党是不断的反复强调党领导一切，党领导法，整个的法院体系是有党委的，这个整个法院体系的这个最高领导，就是在法院体系内最高领导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的党组，那它的上头就是有中国共产党的政法委，就是最上面是政法委，然后是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是管着政法委的。所以呢，所有东西到最后最终的这个决定权是在这个共产党这个最高领导手里，而不是在法院手里。那么这个呢，就是它的这个结构就已经告诉你，这个地方是没有法治的。那么为什么法治是重要的？因为刚才我们在讲这个契约精神，在讲就是人和人之间互相这个信任，这一定是契约的最基本的条件，一定是市场经济能运作的最基本的条件。但是这个光是这个是不够的，
这个东西是需要保护的，因为呢，你不能够这个预防，就你不能够排除一个社会里可能有1%、2%的人是不这么做的，是不遵守的，是要骗人的。这个时候怎么办？所以你就需要有这个法庭来帮助执行合同。就是我们绝大部分的人都是有契约精神，是按契约做的。但是你不排除有少数人不按这个做，那我就没办法，我只好上法庭。还有呢，就是这个纯粹的，就是我们互相之间有不同的理解，不是因为做坏事儿，是因为有不同的利益，有不同的理解。然后呢，我们由于有不同的理解，对这个合同最后有了纠纷，怎么办？我们需要有一个这个中立的法庭来帮助我们做判断，来帮助我们建立这个信心。就是最后当我们发生争议的时候，我们有一个中立的仲裁的机构来帮我们解决，这就是法治。所以当没有法治的时候，实际上你就没有办法预防这些东西。那么你没有法治的时候，你就会有坏人这个钻空子，你甚至有党和国家钻空子，你党和国家钻空子就不得了了。所以呢，当人们说这个中国人说这个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汤啊，那就是很少的，他也会破坏性很大，更不要说这个党和政府来破坏，那个破坏力就更大的不得了了。所以呢，这个实际上是当我们讨论经济学的时候，经济学的所有的原理能不能应用，它的背后的一个基本条件是有没有法治。没有法治的时候，经济学的大量的基本原理实际是不能应用的。那么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作为一个经济学的学者，要大量的力量花在这个地方，要讨论它。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我们需要把原来的这种隐含的假设，把它明着这个打出来，然后明着去进行分析。这样子呢，我们才能去分析没有法治的地方是怎么样的。没有法治的地方，到底就是你为了理解它的经济，你也得先知道它没有法治的地方是什么样。这也是为什么我们关心的是这个产权、政治权它的结构。就是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我们真正集中的问题就是产权、政治权的结构。对，还有一个很自然的，人们经常愿意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所谓的制度决定论，甚至还有争论的，是制度决定啊，还是这个文化决定？对，当然更早呢也有唯物主义，唯物主义是这个生产力决定，这个。我这里我觉得我们值得就是这个对这个问题也这个澄清一下。对，您具体解释一下，就是制度和文化的关系，因为有好多人其实提了问题，最后可能回来看呢是文化的问题。对。但是因为您刚才很清楚的把制度的这3个关键的特征说清楚了，而且或者就是说您关注的点，你已经很具体了。咱不是讨论一个文化现象，也不是讨论一个足球比赛中间的这个 game 这个游戏规则，您很具体的是关于人权、产权、政治决定权利的。对。而这个还有一个一直都忽略不说的是独立的司法有一个基本的法治在那儿。对。然后为什么您不排斥讨论文化问题，但是又为什么文化并不是讨论制度的时候最关键的问题？对，因为这个，当我们讨论制度的时候，就是无论你是用诺斯的定义，还是我的收窄了的定义，还是这个当我们讨论文化的时候呢，实际上他们这2个呢都有相当一大部分是这个交集，就是互相覆盖的。那个2个是不能截然排斥的。所以呢，我不同意这个简单的讨论所谓制度决定论和所谓文化决定论。就是这种争论呢，其实不是最有帮助，因为我们从这个科学的角度，因为我们目的是为了认清世界，那从认清世界的角度呢，这样子的绝对的这个用排斥的方式
来讨论呢，其实是不帮助的。那么我现在就解释一下，就这两个交盖的部分是什么。因为所谓的制度呢，这个刚才我引用诺斯的这个定义呢，诺斯在讨论制度的时候呢，一方面是用他那个定义，另一方面呢，讨论到具体形态的时候，又把制度分成两类，一类呢叫做正式的制度，一类呢叫做非正式的制度。所谓的正式的制度呢，通常人们的理解呢，指的就是这种正规的写下来的，就是有法律的正规建立的制度。那么所谓的非正规的制度呢，指的呢就是人和人之间的一种理解，但是它可能是没有文字写的。比如说中国人的口语里叫做君子协定，君子协定就属于非正规制度。假定我们这君子协定是一个长期合同，长期合同关系，那么长期合同关系那就是一种制度了。那这个长期合同关系呢，如果你是写下来的，签了字的，这个上了法庭，就是这法院是可以做判断的，那么这都是显然是正规制度、正式制度。但是如果这个我们就是长期实际雇用了，但是什么也没写，但是我互相都明白，我这个可能是有多长期，我可能这个人在我家做这个来帮助，以前用语叫保姆啊，甚至这个家里的孩子可能都叫他阿姨，都不叫保姆。然后我们可能认为我一辈子都管他了，互相都这么认为，实际就这么操作，但是什么都没写，这就是非正规制度。那么这是小到了一个具体的人和人之间、具体的交易之间，那可以大到了这个国家的宪政。国家的宪政，那么最典型的宪政就是美国的宪政，那是美国的所谓的这个国父们这个制定了一个宪法，然后从此200多年到现在了，一直就按这个宪法运作，那么这就是正规制度。但是呢，如果我们看这个英国根本没有文字的宪法，所以英国的宪政呢，一部分就是它的文化，就是属于非正式制度，因为它根本就没写下来。就跟我们刚才讲的，你这个阿姨在你家，你双方都认为她一辈子在你们家了，就成了你们家的一部分了。但是都没写下来，这个比人家写下来的那关系还要更恒定、更稳定、更靠得住，因为互相都这么认识，这就是英国。就实际上，英国自从这个光荣革命，就是这个1688、1689年发生的，直到现在，一直稳定到现在，从来没发生过内部的危机。就是从宪政的角度讲，英国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就17世纪后期，一直到现在没有发生过重大危机，比美国还稳定。就是美国是发生过若干次重大宪政危机的，比如说这个内战，现在正发生的是我们就暂时不讨论。所以这个非正式制度不意味着是不重要的，也不意味着是不稳定的。那么既然讨论到了非正式制度，马上问题就来了。那是什么？那是什么？对，非正式制度呢，实际上无论是正式制度还是非正式制度，里边真正最起作用的不是暴力，而是人的共识，就是人们普遍认为这事儿必须这么做。就是所谓的约定俗成。对，然后呢，这个呢就变成了这个制度和文化交盖的部分了。所谓非正式制度，其实就是靠的是人们的这个社会共识，约定俗成。而且呢，这种社会共识呢，它往往有很大的力量。就是当你虽然它没有写下来，虽然这个法庭也很难判，因为就没有写下来，法庭没有办法判的。就是你没有办法使用暴力去执行它。但是呢，由于它是一种社会共识，那么当你显然的违反了社会共识的时候，你会引起来社会上的普遍的很强的反应。这个普遍的很强的反应就会变成了这个压力。这个压力
你吃不消了。这就是使得这种这个所谓的非正式的制度是能执行的。你比如说这个英国的这个君主立宪制度，这个宪政，那么君主跟这个议会的这个关系，那是没有宪法的。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自从光荣革命之后，这个君主一直是非常非常小心。你可以，如果你关心就是英国的君主，在发表正式的，比如说这个查理斯国王从亲王变国王，因为他母亲去世了，他要作为国王，他要正式宣誓就职。那么他宣誓就职的时候，他的宣誓的那个文字，古代传下来的，那是在他宣誓就职用的那个文字是老早以前的。按照那个文字，你如果认真去解释的话，他宣誓他就是主权，他宣誓这国是归他管的，那是他的。但是实际上他只是这样说，他这样说议会也不会反对，因为实际上这个国的真正的权利在议会不在他手里。可是他要这样说，他按的是古代写的那个东西，就这么说。所以这时候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他这个文字写的东西可以和他的这个非正式文字说的那个算是正式制度，他念的那个东西是正式制度，但是这个非正式制度是压倒了他的正式制度，就是他的权利根本不在他手里，但是他嘴里的讲我是主权，对吧？这个其实就是很好的一个例子，就是那么为什么他不可以违反？因为他们知道，不要说他想要践踏这个议会，那个权利他是绝对不敢动的，他甚至不敢得罪普通民众，就是他们一直是非常小心翼翼。他们照理说呢，你作为王室，他是世袭的，没有人可以这个代替他，没有人可以这个说这个他做的不对等等等等。那但是呢，他知道，如果英国的民众选民普遍认为他们不希望再存在王室了，只要一投票，他就不存在了。他知道，所以呢，他们就跟政客是一样的，他每天小心翼翼，像政客一样的表演，像政客一样要吸引民众，要让民众爱他。对，只有民众爱他，他才能生存。就是他的生存能不能在，取决于这个非正式制度。这个非正式就是因为从来没进行过公投，就是要不要它还存在，没进行过这个公投。之所以没进行，是因为不需要，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还爱他。当你有足够多的人不爱他了，这非正式的制度就要进入到正式的地方去了。正式就是那要进行公投，我们还要不要他了？那么他们王室从来都知道存在这个可能性。是的，是的，好多例子，好多例子。你看最典型的例子，当时那个戴安娜去世了以后，对，女皇好几天出来不说话，对，然后老百姓就急了，对，英国民众就急了，他就出来了，对，这个就是这是他就是压力，对，就是你如果这个民众不能动摇他不需要关心民众怎么想。但是民众可以动摇他知道，民众不能换君主，但是民众可以说我不要君主制了，那他就，所以呢，这个就是可以看到，就是这个非正式制度，那个背后呢，就是是这个社会共识，但是这个社会共识呢，当然人们很自然的会认为社会共识是一种文化，那么这个当你把它解释成一种文化的时候呢，也并没有错，它的确可以认为是一种文化。比如说契约精神，人们说契约精神是一种文化，这也没有错，它是一种文化。但是呢，当我们讲制度的时候呢，它就是制度。那么下边问题就回来了，就是到底我们是在讲制度还是在讲文化呢？对啊。那么之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不用文化，而是用制度呢，原因是因为文化是一个很宽的概念。是的。
但是我们讲制度的时候呢，我们把这个问题收窄了，很确切。所以呢，当你简单的讲文化的时候，那么文化包括什么？文化包括很宽很宽了，那就是你怎么做饭，各种做饭的不同的风格，这都是文化。你这个怎么跳舞，怎么唱歌，这个歌剧、京戏，这个交响乐，还是这个 rock and roll， 这个都是文化。那这些有很多的文化的部分，穿衣服，这个时髦都是文化。那很多的文化呢，跟制度没有直接关系。所以呢，有一些文化呢跟制度是交盖的，所以呢，我们用制度这概念而不用文化这概念，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同意这种简单的这种讨论，就所谓制度决定论啊，还是文化决定论，就是这样子的讨论里边带有一种排他性呢，实际上是不帮助人理解的。就是与其那样去讨论，还不如去讨论制度到底是什么。然后制度到底在什么程度上，决定了这些机制。所以什么是制度？其实制度就是我刚才在讲这个定义的时候呢，我就说它这个是一个重要的机制，这个机制是决定了提供这个激励的，就是它是激励机制，它是协调机制，两个大的机制。所以只要我们讨论的是这种长期的稳定的基本的激励机制和协调机制，我们讨论的就是制度。那这个机制里边存在文化的东西，有重大的文化的成分在里，因为这个长期的人们怎么形成的共识，这个呢，你可以说这个是一个文化现象，可以这么说，这没有错的。但是这样子的文化的现象呢，它是提供了激励机制的。这个激励机制是关系到了这个人权、产权、政治决定权，关系到这些问题了。所以这个东西呢，我们叫它叫做制度，那么它们是交盖的。蒋经国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实际上他是学了陆太仪，所以他说我解除党禁报禁了，就是他这个非常快速度的私有化，然后呢加上他的这个宪法保护和他的这个法律制度保护，所以使得就是台湾的这个私有制，就是不要说后来，就在50年代就非常非常快就发展起来。所以呢，在大正民主时期。这是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就是1910年代到1920年代，一共10几年的时间，在台湾就已经组党了。这个就是政党，政党是为了政权，就是为了竞争政权的。台湾的各级的地方选举都已经进行了。中华帝国呢，在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而台湾在中华帝国的统治下只有200多年。有一种说法叫做这个国民性，经常会有一些人说到中国为什么没有民主，为什么中国总是选不了走民主，就一个说国民性不行，然后就放在这个什么从帝王思想到儒家思想到中国是什么小农经济，就很多很多这些。但这样顺下来的话，马上就大家就会问，那为什么中国和台湾共产党的这个和台湾完全走了不一样的路径？您拿台湾还有您拿那个韩国和朝鲜，能不能再解释一下？就是这个文化，不是也理解您这个制度基因最好的一个切入点。对，这个可能这个讲一下台湾最有这个代表性。好，就是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这个因为我这个刚才讲制度的目的呢，是为了讨论制度基因。那么关于制度基因呢，我上次已经有过一些讨论，所以我现在先暂时简略一点，后面可能需要的时候我再展开。我现在暂时先简略一点，现在直接就先用这个制度基因这个概念来讨论这个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差别。首先一点呢，就是台湾的这个制度基因和大陆的这个制度基因，我们先把时间定到这个
19世纪末，就是马关条约这个时间。那么这个到马关条约的这个时间呢，这个马关条约后来不就是把这个台湾割出去，变成了日本殖民地。在割出去之前，就成为日本殖民地之前，它是这个大清帝国的一个部分。那么下边的问题就是，它作为大清帝国的一个部分，中华帝制的制度基因在台湾是什么状态？它对比和在中国大陆是两个之间什么关系？那么中华帝国呢，在19世纪末的时候已经存在2000多年了，而台湾在中华帝国的统治下只有200多年。这个不仅仅是它的时间短，比时间短还更重要一部分是天高皇帝远。就是过去人们说天高皇帝远指的是这个中国的南方，大陆的南方，但是即便是大陆的南方，它也是陆路相通。还有就是海南岛，但是海南岛离大陆只有几十公里，就是那个距离是比较近，就是按照当时的航海条件是比较容易就过去了。即便是海南岛，实际中华帝制的统治都很浅薄。对，台湾由于距离大陆的距离相当远，就按当时的航海条件，就是这个100多公将近200公里的这个距离，在当时，而且太平洋是非常凶悍的，这个过太平洋的这个海峡是有时候很危险的。对，所以呢，实际就是这个中华帝制在台湾的那个制度基因很弱的。那么这个弱怎么度量？一个简单的度量方法之一是看这个可以定量度量的方法之一，就是看这个科举制的这个进士。那么统共200多年，它是中华帝制的一部分。一共有多少进士呢？一共只有29个。200多年里，一共只有29个。那么它作为福建省的一个部分，在这个时间里，同样这个时间里，福建省有多少呢？福建省有1000好几百。所以呢，它是比例是非常低。如果这个我们再按人口比例的话，仍然告诉我们这个同样一个道理，就是只有很小很小的人口比例的台湾人是考了进士的，而在这个大陆的福建省，人说天高皇帝远，福建省就属于天高皇帝远的地方，那就是这么多的这个进士。那这个为什么这个重要？对，为什么？因为呢，科举制度纯粹不是一个单纯的考试，科举制度是官僚制度。对，科举制度是决定了你这儿出来的人有多少人能做官的。是的。那么就说它能够成为中华帝制统共统治它200多年，它一共只产生了29个人能够成为官僚的这个候补人，就是候选人，就是这个这么少。所以呢，这个本身就是这个中华帝制在那里扎根是很浅的。那么这个就为后来的变化实际上埋下了一个伏笔，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在就是用他们的语言叫日治时期，就日本统治。日本统治时期呢，这个在这个明治之后呢，接下来就是这个大正天皇。大正天皇中间有一段呢，大力的推行这个宪政，所以呢，在这个文献上呢，管这叫大正民主时期，就是推民主宪政。它不仅仅是在日本本土大规模的推民主宪政，这也是解释就是日本为什么战后很快变成宪政，因为它有基础。这所谓的基础是我们的语言叫制度基因，就是它有这个制度基因已经培养了，虽然它不够足够的强，但是它已经在那儿扎了根了。这个日本在当时推动就是大正民主时期里边有一个非常基本的原则，就是殖民地本土化。对，很多人出于这个爱国主义，出于民族主义，很憎恨这个。但是如果我们离开民族主义，我们只看民主宪政，这是好消息。这对台湾来说是重大的好消息，因为所谓的殖民地本土化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让台湾人可以自由组党，让台湾人有选举权。所以呢，在大正民主时期，
这是具体是什么时间呢？就是1910年代到1920年代，一共10几年的时间，在台湾就已经阻挡了。这个就是政党是为了政权，就是为了竞争政权的。台湾的各级的地方选举都已经进行了，那么这就是制度基因。台湾人已经知道了，我们讲制度，我讲了3要素，3要素就是这个人权、产权和政治决定权。那么当这个大正民主时期向他推动了这些东西的时候，台湾人已经知道了。他们有这个权利，普通人有这个权利，他已经知道，他参与过了，他干过了。那么这个东西对于台湾来说，就是后边所有的变化根子已经扎进去了。就是原本中华帝制那里扎根就不深，他们原本就不是那么崇拜中国的皇帝，然后这时候又来了这一套，那么他就认为我有自决权。就所谓台独，其实这是某种自决权的反应，就是你同意不同意台独是另外一件事，但是他认为他自己可以决定自己的命运，他有自决权，那么这个实际上是他的人权的反应。这是第2个制度基因，就是第2次的就是制度基因的变化。第3次的制度基因的变化就是。当然我为了小心，我这里也要交代一下，就是后来就大正天皇时间很短了，然后就变成了昭和天皇，然后这个军国主义上来了，然后军国主义上来了以后，那么首先他是在日本经过多少轮的这个刺杀，事实上是发生了政变，才使得军国主义压过了日本的宪政，才把日本变成了法西斯军国主义。那么这个是这么一段，那么这个当然在台湾都有所反应，所以呢，在军国主义上来的时候，台湾也就停止了这个民主宪政方向的发展。但是人一旦有了这个权利，有过这个权利，一旦意识到了自己有这个权利，其实是很难把它都压下去，除非你这代人死掉，就这一代人很快就这个又活过来了。这个活过来了，就是这个日本投降之后，这个民国政府去这个台湾接管。那么民国政府去台湾接管的这个时间很快就是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通过的时间。然后中华民国宪法通过之后，虽然由于在大陆在进行，就是由于内战，所以呢在大陆很难这个执行，但是呢在台湾就开始执行了。那么开始执行里面最关键的就是地方选举，所以呢他们原本就选举过，对，这个又开始执行了，就又开始这个选举又来了。那么当然大家都知道，就是后来台湾发生了228事件，228事件以后就是又来了这个戒严法。那么戒严法呢，就是这个把一部分的宪政的执行给这个停止了。但是呢，这里需要强调的一点呢，就是第一，中华民国宪法是承认全面的人权，中华民国宪法承认私有产权，中华民国宪法承认人的投票的权利。就是说，当我们讲这个政治决定权，这个政治决定权按照宪法，这个权利是在这个选民手里的。那么它暂停的东西是其中一个部分，但是它的基本宪法是没有这个改变的。那么，所以在事实上呢，虽然在台湾有威权主义的压制，但是呢，台湾的地方选举从来没有停，哪怕是在就是这个所谓白色所谓白色恐怖时期，地方选举也没有停。对，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私有企业、私有产权的保护从来没有停，从没断过，从来在发展。就是自从就是这个当国民政府到台湾统治的时候，对他刚一去的时候呢，他是把这个日本的企业和日本的国有企业收归这个国民政府所有，但是很快就把他们都私有化了。所以呢，他这个非常快速度的私有化，然后呢，加上他的这个宪法保护和他的这个法律制度保护，所以使得就是台湾的这个私有制。就是不要说后来，就在50年代
就非常非常快就发展起来了。对，所以到了这个60年代，它已经是一个就是私有制为主的，就是压倒性的为主的经济体。所以当我们讲这个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的时候，民主宪政的制度基因里边是这个2条是最重要的。第一条最重要的呢，就是普遍存在的私有产权。第2条最重要的呢，就是普遍存在的公民社会。因为普遍存在的私有产权决定了人们有权利的意识和人们有权利的能力。因为只有他手里有财产，他才有能力。没有财产的人是没有能力的，这个没有能力保护自己的。所以呢，这个第一，它是普遍的私有产权，这个就是它的这个下边的民主宪政的这个基础了。再一个就是公民社会的发展呢，当然这个在台湾是威权主义制度的时候，它实际上是在各种各样的办法在压制公民社会。但是呢，毕竟中华民国宪法原则上是最终要变民主宪政的，就是没有人可以在原则上反对民主宪政，所以他的所有的压制公民社会的做法都是要寻找借口。这个和共产党就不一样，共产党是在原则上可以消灭公民社会，它的基本原则无论是共产党的党章还是共产党的宪法，它的原则上就可以取缔你。但是在台湾，它没有这个原则，它不可以取缔。就是说，这个在国民党党内就可以存在支持公民社会的力量，就可以一直保持存在。就是这些人可以受压制，甚至在最坏的情况下，某些人可以被暗杀，会被人绑架。但是呢，它的这个原则，基本原则，它是民主宪政的原则，就是最终它要实现这个，所以这个它就是和极权主义不一样。那么这个当然就回到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威权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差别。那么它这个台湾是威权主义，所以呢，它没有办法把这个最终导致民主宪政的这个制度基因给搞掉，因为它不是极权主义制度。他就没有办法把它搞掉。所以呢，刚才我们讲了这3个阶段，就使得它这个制度基因有了这个发展。然后呢，再有一个就是外来的这个影响，这是也不可忽略的。外来的影响呢，就是因为它是美国的盟国，它作为美国的盟国呢，美国是从来都是在这个阻止这个威权主义的过度发展，从来都是希望它能尽快变成民主宪政，就是有这个压力，就是外面这个压力。那么具体一点讲，刚才讲的比较抽象，具体一点讲就是包括曾经发生过这个为了这个蒋经国传的事情，这个曾经在发生过这个暗杀的事件，然后这个暗杀之后，这个美国给了他们很大压力，那么在压力下，江南案是吧？对，在压力下就把这个蒋家的这个后代，这个让他被迫这个离开台湾政界，就是这个是美国压力带来的。那么蒋家的后代被迫离开这个台湾从政，离开台湾政界，那么这个当然就是也帮助了他很大的一个，使得他这个威权主义难以继续。还有一个方面呢，就是台湾跟韩国非常这个相似。这个都是这个威权主义的制度，都是已经培养了这个在这个威权主义制度下培养了大量的这个民主宪政制度的制度基因，都在社会里已经有了，社会上的压力都很大。然后呢，同时又都有美国的压力，美国干脆在这个韩国有大量的驻军。那么在这个背景下，韩国发生过这个著名的光州事件，然后这个光州事件呢，就是这个农民、工人、市民为了要推动民主宪政，那么街头抗议，来这个对抗这个威权主义统治，然后呢就产生了流血事件，死了这个100-200人。那么在这个背景下，就是这个卢泰愚这个
在1987年竞选的时候，就打出了这个口号，他要为这个那事儿翻案。其实他本人就是那事件里头的，这个，然后他说他要在他上任以后就要让韩国这个变成民主宪政，这压力就特别大。就是大家讨论这个台湾的变化的时候，往往没有看这个东西。这个是在蒋经国的决定之前，就是卢泰愚的这一干，就你就应该把卢泰愚看成是蒋经国，他就是蒋经国，就是过去的大量的威权主义的坏事是他干的，但是他现在说我要是上台，我就要改变，那这个压力就大了。所以台湾马上面对的问题就是，台湾已经存在很强的社会压力，台湾已经存在很强的制度基因，要朝着民主宪政方向推动。在这个背景下，台湾跟韩国是一样的。如果你不变，这些人要上街，上街怎么办？你要杀人吗？就是你已经看到了，韩国杀人是没有用的，杀人带来的结果是倒过来。那么，之所以他杀人没有用，会倒过来，原因是因为他是威权主义制度，他没有能力，他不可能把这个民主这个宪政的这个制度基因就搞掉。那么共产党是可以把它搞掉的，他们是搞不掉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蒋经国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就是实际上他是学了卢泰愚，所以他说我解除党禁报禁了，就是他先动手了。实际上是卢泰愚在韩国动手在先，他在台湾动手在后，是按照他的模式走下来。当然他也快病死了嘛，他是这个致命的疾病，他自己知道了。那个，所以才有后边整个后边，就是后边真正起了特别重大作用是李登辉，而这个李登辉呢，就是这个台湾本土的国民党干部，这个其实是决定性重要的。而李登辉呢，他一直在国民党里有意识地扶植台湾本土的国民党干部，让他们上来。那么这个呢，就所有这些都帮助了后来这个台湾的这个和平转型，就是使得国民党里边这个大量的这个保守力量都是从大陆过来的，他扶持的那些人呢就没有那么保守，所以呢，再加更重要的就是社会压力，就是这个大家看这个台湾的变化的时候，应该看就是台湾的社会压力的那一面，而不是简单的看台湾的一两个政治强人，就是无论是蒋经国也好，还是李登辉也好，这个他实际上就是有这个社会压力是他的一个必要条件。比如说李登辉，哪怕你假设李登辉有这个有意要朝民主宪政方向推动，假定就是做一个大胆假设，那你立刻碰到的问题就是李登辉在党内也会遇到阻力，是的，党内的阻力很大，他哪里来的能力能对抗党内的压力？实际上呢，没有这个社会压力，李登辉是没有能力对抗党内的压力的。就是即便是他想搞民主宪政，他是利用了社会上的巨大的压力来对付他党内的压力。假定他是愿望，你也另外一个解释就是他并没有很强的愿望，他的愿望就是追随民意。他作为政客就是追随民意，就如同这个英国的这个君主，他也要追随民意。所以英国的君主就跟民主制度的政客差不多，他要按照这个民意来行事，因为民间已经，这就为什么我们强调制度基因，这个民意这个东西就是制度基因。你叫它文化也行，就这样的民意你叫它文化也行，但是这个文化它不是吃饭，不是穿衣服，不是这个跳舞，这个是人们为了自己的基本的权利在这个奋斗。所以呢，用这样子的角度来理解呢，我们就可以看到，就是这个台湾的制度转型的确呢是和它的制度基因上面的这个和大陆的这个基本差别是密切相关的。奴隶的激励机制从哪儿来？靠鞭子打，对吧？
那么为什么奴隶社会不可能发达？因为在鞭子下人不会发明，在鞭子下人不会创造，鞭子下人不会想办法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创造，人必须是自由的。韩国的公民社会非常发达，反对党都比这个台湾要强，工会，然后学生会，然后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二战结束之前的韩国王国的统治呢，方方面面它是学中华帝制，而这个苏联扶持的朝鲜共产党呢，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这个它的主体，就是他们人员的主体和干部的主体和军事的主体来自中国共产党。他韩国呢，我没有时间真的去展开讨论，非常非常概要的讨论一下呢。韩国的情况呢，实际上它是由于就是这个二战结束的时候，按照雅尔塔协议把它38度线给分成南北两半，所以呢，早在那个时间，就是在这个南部就已经是这个从美国回来的这个来执政，有意识的朝着这个民主宪政的方向来推动，而北部呢是共产党统治的，是有意的朝着共产党的方向来推动。然后我们再回来看，就是整个朝鲜半岛，它的制度基因是什么？我们来追，就是这个过去啊，就是在这个二战结束之前的韩国，那么它呢就是在相当大程度上跟这个中国呢是有点像，它是长期是他自己的一个王国，然后他这个王国的统治呢，方方面面他是学中华帝制，他甚至连他的那些个法律什么等等的都是从中华帝制学过去的。然后他的操作方式也都是学过去的。非常粗略的看呢，你可以认为就是他有相当一部分的中华帝制类似的这样的制度基因，就是他也不允许存在这个独立的这个社会力量，也不允许存在这个独立的这个知识分子的团体，比如说东林党。东林党就是当年这个甲午战争的引起，不就是因为东林党？就是所谓东林党根本就不是今天的党的概念，就更和这个武装没关系，它也这个就是一群这个儒生啊，这个但是它是不允许的。跟大陆的非常大的不同，就是讨论到就是日本那个之前啊，非常跟大陆不同的一点呢，就是基督教，就是基督教进入了朝鲜半岛，然后基督教在朝鲜半岛有相当大的发展，而在大陆呢，从来基督教没打开局面，就是基督教从明朝，就是这个耶稣会啊，从明朝进来，一直到这个共产党把他们赶走，就是耶稣会在中国好几百年时间，但是从来没有能打开局面，就是真正就是这个耶稣会在中国，耶稣会是天主教的，就是天主教的教会从来在中国是被官方控制的，就是在这个朝廷的时候是严密的控制的，然后共产党就更不用说了。那么唯一的一个相对松的那个时间，那就是这个民国时期，就是这个辛亥革命之后。但是呢，仍然就是基督教在中国传的就是这个非常的这个狭窄，就是人很少。但是在朝鲜半岛，基督教是有很大影响。那么这个呢，是对后来的这个韩国的变化是有重要影响作用的。就当我们讲制度基因的时候呢，这个是在里边是起作用的。那个这个也许等一下我还需要再解释一下，因为上次在我们讲这个极权主义的起源的时候提到这个基督教，所以我需要澄清一下这是什么关系，就是基督教跟这个民主宪政，基督教跟极权主义是什么关系，需要专门澄清一下。但是讲到韩国，就是这是这个其中的重要一个部分。然后呢，就是日本统治。日本统治呢，在就是大正民主时期，那么台湾进行了这个民主宪政的推动，那么韩国也是一样的，
因为这个作为本土化，那么韩国从来跟日本远为更近，是这个日本本土化的重要的这个推动的这个部分，所以这个呢都是原本就在韩国造成了很大影响。然后呢，就是二战结束以后，这个在南部进入的这个政权，那么这个南部进入的这个政权呢，它就是按照民主宪政的方式这个建立的。虽然它是相当的脆弱，那么脆弱的背景之一就是刚才我们讲到的中华帝制传下来的这部分的制度基因，就这样子的制度基因就决定了它这个立即能产生的政权呢，更是威权主义的，就是中华帝制是个威权主义的制度，而不是极权主义制度，这个也是需要澄清的一个重要问题，就它不是极权主义制度。那么它这个韩国虽然有美国的压力，虽然这些人是在美国留学的，在美国这个流亡的，从美国过来的，就是整个一个团体从美国过来的，然后在这个韩国建立的政权，但是呢，它的制度基因决定了它那个时代呢，实际上它建立这个民主宪政，它还这个就是条件是不成熟的。就是没有足够的这个社会的压力，没有足够的社会力量的推动，没有这个公民社会的整个的有组织的这个就是强迫政府要朝这个方向走，就是任何的这个民主宪政没有这个公民社会的压力都是不可能的。它是按照民主宪政的方式，但实际它是一个威权主义的统治。当然讲到细节，就还有什么政变啊等等，这个实际上它就发生政变本身就是和我们讲这个制度基因呢都有关系。就是为什么它会发生政变？因为你没有一个很强的社会共识，就是军人不能问政，对吧？你比如说这个英国。从来在这个光荣革命之后，从来连苗头都没有过，就不要说没发生过，没有这个没有过任何一个军人会因为这个问政这事情被这个成为有罪名被起诉过，就没发生过任何这个苗头，因为他有很强的社会共识。你想，他连一个书写的文字的这个宪法都没有，没说过军人不能干政，但是这就是社会共识。就是在军队里普遍形成的军队里边的社会共识，就是没有任何一个将军可以问政，就是如果你这将军问政，那么军人必须服从命令，只要你问政，没人服从，所以没有将军是愿意做这事儿。那么美国一样，美国自从建国从来不发生，就是英国和美国是从建美国起，英国是世界最强的军队，然后从二战以后。美国是世界最强军队，这两个几百年里世界上最强的军队，但是从来这个军队是不问政的，就是他不会干预国内的政治，就是无论你同意也好，不同意也好，它跟政治无关。那么这个就是社会共识。虽然你的宪法上，美国的宪法上写着军人是要受文官管理的，英国没这宪法，但是你写了宪法没有用的呀。你在韩国，他的宪法原来也写了，但是人家就军人可以把它推翻了，就是因为这个军人是不是服从你的命令，就决定了你能不能操纵这一群军人去问政。那么在韩国就是发生过好几次了，就是这个军事政变，就是各种各样形式的军事政变。那么这都是我们讲的制度基因，就是你的制度基因决定了你的军人会不会这个随着有政治野心的将军去推翻这个已经有的那个政权。那么这些呢，就是讨论到，就是说这个韩国的威权主义政权为什么前面有那么长一段，那么直接跟它的制度基因相关。那么后来为什么会变成民主社会？那么直接是和它的这个民主宪政方面的制度基因的大发展是连在一起的。那么这个大发展最重要的就是两个，第一个就是普遍存在的自由产权。那么这个韩国虽然它是在威权主义体制下，它的威权主义政治呢从来没有过要把这个散在民间的这个产权给搞回来，它不是共产党，然后呢，它也没有能力呢变成这个寡头垄断全面的这个控制的这个韩国的经济，
所以它在就是整个经济里边就是这个普遍的人们存在着私有产权。再一个就是公民社会，韩国的公民社会非常发达，就是早在建立民主宪政之前就转型为民主这个宪政之前，就公民社会非常发达，就是这个反对党都比这个台湾要强，然后这个工会，然后学生会，然后各种各样的民间组织，还有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这个基督教，就是基督教教会一直在韩国是有相当大影响的。那么这个公民社会的发展，跟这个基督教的教会都是有紧密关系的，因为实际上，对于一个这个世俗社会来说，这个宗教的教会本身就是公民组织，所以当我们讲公民组织的时候，就是公民社会的时候，公民社会的中间的很重要一个部分，就是各种教会。当然，这里要强调的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是世俗社会。世俗社会的意思就是，它不是由宗教统治的，就是一旦宗教统治，情况会发生变化。比如说伊朗，伊朗呢，它就是政教合一了。那么政教合一之后，它会就是什叶派的那个穆斯林，就什叶派的这个穆斯林呢，会压制另一派逊尼派的穆斯林。会压制天主教，会压制这个基督教，会压制这个犹太教，所以呢，在那个时候呢，这个教会就不再是公民社会了，教会变成了政府一部分了，所以这个走到极端就变极权主义了。这个就是这个宗教呢，在世俗社会里，那么它是非常重要的公民社会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呢，就是对韩国的这个解释。而北朝鲜呢，是因为自从这个二战结束，那么就是由这个苏联扶持的这个共产党，这个朝鲜共产党来统治。而这个苏联扶持的朝鲜共产党呢，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就是这个它的主体，就是他们的人员的主体和干部的主体和军事的主体来自中国共产党。他们是这个他们的军事力量的这个最精锐的核心的那个部分，早期的时候，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一个部分。所以这个东西呢都是很重要，就是说它这个北朝鲜的这个制度基因呢，在非常大的程度上呢是非常接近这个中国大陆的制度基因的。那么这个再加上就是外来的这个影响，就是包括了苏联和中国同时这个施加的这个影响，那么就使得它的这个共产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在那个地方就是越长越强，越搞越强，就不断强化。那么当然，首先第一步就是这个朝鲜战争。那么朝鲜战争就是由这个中共的军队去帮助这个北朝鲜共产党的军队去打仗，同时就是也就帮助了他们的制度建设。然后北朝鲜的制度建设，在这个早先的时候呢，在非常大程度上也是受中国影响。那么中国呢，在这个大跃进之前，中国的制度基本上是苏联制度的一个副本。那么这个呢，就是实际上就是这个朝鲜更多的在那个时代受是中国影响，就是朝鲜学去的苏联制度更多的是从中国学去的。也是因为他们的那个党员的干部大量的是从中共过去的，军队的干部是从中共过去的，是以这个原因。我这么听的时候，您今天这几个国家的案例特别重要。那么我就听的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制度基因你把它解释为一个病灶的话，就是这些基因要存在多长时间，它才会刺激到某一种制度真正的出现？就是因为现在这么听有一点反过来了，就是我们用结果，我们已经用结果来解释这个过程。有一个问题就在什么点上，这几个基因就成了一个关键的点，导致了一个国家走向民主宪政还是走向集权。对，它是这样，就是当我们因为这是作为科学嘛，作为科学就是你是需要这个你是需要这个历史上
已经有的东西，然后这个你通过看历史上已经有的东西，那个，然后你这个你有一个理论来解释这个历史上已经发生过的事情。那么这个，如果我们看这个历史上已经发生的呢，这个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呢，就是历史上有过好多次，就是人们试图改变制度，人们有意识的试图改变制度，就是讲到近现代最有名的几个重大的例子，就是比如说这个阿富汗跟伊拉克，就是人们喜欢讲，就是为什么日本战后会变成民主宪政，人们往往都是喜欢讲是因为美国的占领，然后是因为美国的推动。那么人们也喜欢讲是台湾跟这个韩国也都是因为美国的占领，美国的推动，就是台湾不是占领，但是美国在那里很大的影响力。那么这个，但是呢，这个伊拉克跟阿富汗就是非常好的反例。就是美国同样是靠军力施加了很多占领的那个地方，然后在那儿扶植了他的政权，帮助了他的政权。然后呢，这些政权建立的时候都是按民主宪政的原则，然后在这些国家都是要他们选举的，然后都是要建国会的。但是在阿富汗和在伊拉克，美国花费的无论是这个力量啊，还是时间呢，都远远超过他当年在日本跟韩国已经产生成效，就我们得按产生成效算，对，按产生成效算，远远超过那个，但是他都这个失败。什么道理？就是制度基因的原因，就是当它不存在这个制度基因的时候，就是你人为的力量去建那个制度是建不起来的。实际上韩国也是同样一个道理，韩国它一开始也是试图去建立，而且它一开始已经建立了以后就发生军事政变，就搞翻了。这个推翻以后，美国没有办法的，因为当时北朝鲜和中国对它的威胁非常大，所以这个当他这个军队推翻了这个宪政的政权之后，为了防北朝鲜打过来，他不能不支持韩国的军队，但是韩国的军队已经控制了他的政权，所以他是一点办法都没有。那么这就是你可以看到，日本呢就没有这样的力量能够推翻他的政权。当然，首先是因为这个战争期间，这个已经把日本的军事力量搞垮了。再一个，日本原本就已经存在相当强的制度基因。明白。这个制度基因，他们一直是反对日本军国主义的，这并不是日本人从来都全民都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哪怕是这个民族主义很强的时候，这个日本的这个宪政的力量一直在国内是存在，而且是有相当强的力量，这就是制度基因。那么这个还有一个近现代的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这个在60年代，就是这个整个的那个非洲获得独立的时候，当时整个西方世界有一个非常乐观的情绪，认为这个非洲会是全世界的模范，认为非洲会是全世界的经济的发展的最大的动力，因为忽然之间整个一个大陆都获得了独立，于是西方的这个大量的这个政治学的、法学的、经济学的人都去那边支援，然后这个西方国家那个政府出很多钱，联合国也出钱，就是人成群的有组织的派到那边去支援他们，建立民主宪政的制度，但是基本都失败。那么失败的原因就是因为在那个地方还没有形成这样的制度基因的情况下，你去这个人为的去建这个制度，你只不过建的是什么制度呢？建的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法律。就是白纸黑字写的宪法，白纸黑字写的各种法律，然后建了一个办公室叫做这个法庭，建了一个这个办公室叫做这个议会，建了一个办公室叫做总统，然后有一个形式叫做选举。但是呢，只要你这个制度基因还没有形成的时候，
这个社会上这个公民没有形成公民的自己的利益的意识，自己的权利是什么，保护自己的权利要做什么，没有公民社会来保护他们自己的时候，于是纷纷的这些个政权一个一个发生各种政变，然后就互相打仗，就是内战也好，外战也好，就是打得乱七八糟。就是为什么非洲穷？那么简单的解释，人们往往就是说是由于殖民地的原因。殖民地可以是中间的原因，但是这个本身不是那么直截了当，殖民地就是原因。实际上是在殖民地时期，使得那个地方破坏了他们自己的公民社会，对，破坏了他们普通公民的产权，破坏了普通公民的公民社会。在他没有公民社会、没有普遍的产权、没有公民意识的情况下，那个地方发展不出来这个宪政的制度。所以这个就是制度基因帮助我们理解这个世界的一个角度。明白了，所以这个制度基因它真的是一些具体的必要的条件，对，而一些外在的，不管是外在国家的影响，还是某一种思想制度意识形态的引入，是要跟这些现有的基因的原有条件相碰撞的。对，所以就变成它并不是说这个基因培养到什么时候，这个国家就一定会怎么样。当我们讲制度，什么是制度？我前面在讲什么是制度，制度是这个决定人的这个激励机制的，这个决定人的激励的那个最稳定的、最基本的那个机制。然后呢，协调人的最稳定的、最基本的那个机制。这个我讲的很抽象。具体是什么意思？我又说制度有几个基本成分，基本成分是人权、产权、政治决定权、政治决策权。那么把这几个东西合在一起，这什么意思？意思就是所谓的社会是人组成的，人有没有自己的意识决定人自己要做什么。就是当社会上普遍的人都没有基本权利，社会上的普遍的人都要被别人统治的时候，那么这个统治它一定是压迫这些人的。那么你最后你变出来这个制度，它的激励机制是什么样？它的激励机制就是它要用这个暴力的方式，用压制的方式来解决它的激励的问题。因为激励的问题永远存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奴隶社会都存在。奴隶社会里，它奴隶的激励机制从哪儿来？靠鞭子打，对吧？那么为什么奴隶社会不可能发达？因为在鞭子下人不会发明，在鞭子下人不会创造，鞭子下人不会想办法解决问题。要解决问题、创造，人必须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社会才有可能。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整个人类社会发展突然爆发性的产生出来了科学，产生了技术，有了产业革命，有了巨大的这种重大的发展，这么多的发明创造，没有例外的，全部都产生在民主宪政的国家里。什么道理？不是简单的叫做制度决定论，而是因为人要有自由，只有自由的社会里，自由的人才能发明。那么这个所有的你这个激励机制是靠暴力，激励机制靠压迫、靠威胁，在这种激励机制下，这就是叫制度。这种制度，那人他就不发明、不创造，所以他就不发达。所以呢，这个就是回到所有问题的那个最基本的地方去了。然后这个所谓的制度基因呢，指的就是说，到底这些就是人们的状态，在这个社会里，人们的状态是什么，和人们的社会共识是什么。那么状态是什么呢？最简单的、最抽象、最简单、最重要的刻画的，就是产权是怎么分配的。政治权利是怎么分配的？人的基本权利是有还是没有？是不是受到保护的？是不是受到尊重的？那么这些东西基本上就已经决定了这个人们要干什么。制度基因其实说的就是在这个最基本的这个结构是什么，人们要干什么，指的就是这。
就是现在中国人有大量的基本的这个意识形态、基本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是列宁主义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误认为是中国的，这个其实也就很麻烦。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已经朝着威权主义的方向退化，已经走了好几步了，后来又返回来了。你说你把这个红二代全给弄死了，这个你就违反了红二代作为社会精英的，你违反他的这个利益了嘛，对吧？在疫情期间，许多的小区就是可以组织起来抗拒过度的测核酸，这就是公民社会，这就是公民集体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所在。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政府是谁？政府是我们养的。您把制度整个讲清楚了，制度基因就非常清楚了。对，其实就是形容这个制度下面这3件最基本的状态和条件下面的这个状态。对。而这个社会的这些状态涉及到人权、产权、政治的决定力量的，对，这些东西就决定了这个社会的状态。对，你看，在这个民主社会里。在政治学里，在社会科学的经济学里，人们并不简单的使用权利这个词。就是所以呢，当人们讨论到政治决定权的时候，这个通常的用语叫做集体决定权问题，集体决定问题。讲的是集体，什么意思呢？集体的意思就是说，因为在一个民主宪政的社会里，每个人有自己的产权。每个人做自己的决定，所有的个人的事儿，所有的家庭的事儿，都是你完全彻底是你自己的事儿，就是无关别人，别人不可以干预的。但是跨越了个人，跨越了家庭之后，一定还存在，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社区的问题，然后我们一个一个城市的问题，一个镇子的问题，城市的问题，大到了一个国家的问题，那就是集体的问题。所以集体的问题怎么决策？既然权力都在个人手里，那么我们合在一起以后，我们大伙儿的那件事儿怎么办？比如说我们前面这条路是叫私人路，所谓私人路其实是我们好多家联合的，我们怎么办？这就是集体决策问题。这个如果这个路是这个城市的，那么就变成了这个，实际上城市也是集体的，因为这个城市是我们集体交税养的。就是他这个基本观念，他为什么把政府叫做政府的收入叫做纳税人的钱？这句话其实就是一个最基本的概念，就是政府是谁？政府是我们养的，是我们出钱养的，所以呢，政府它的决策实际上是我们做的。我们怎么做？我们是通过我们的议员，我们通过我们的选票，是用这个办法。所以最终那些人其实是为我们做事儿的。只不过呢，当这个集体决策的问题规模变得足够大了以后，它实际上单纯靠这个政客做不了了。就我们直接选的这些人，其实他是没有这样足够的能力，所以呢，他就还要建立一些专门机构，这个就把它叫官僚机构。那么就产生出来了官僚机构，那官僚机构就有了官僚机构自己的权利了。就是一旦你建立了官僚机构，官僚机构就产生了自己的权利，但是官僚机构的权利实际上是和每一个公民的权利是可以有冲突的。在这个地方的这个权利是 power 还是 rights？ 对，因为你反复讲的这个，我听了半天，其实是权利和权利的关系。对，这是汉语的毛病，就是汉语呢，这个什么是 rights， 什么是 power？这个用就是声音分不出，字能分出。所以您刚才在说的这个很少谈集体权利，谈的其实是没有所谓的集体的 rights 这件事情的。它是这样，还是说没有集体的 power？ 当我们讲政治权利的时候，指的是 political power。
当我们讲 individual 的时候呢，讲的是 rights，对，是我们原本天生就有的东西。是的，而 power 不是天生就有的。所以您刚才讲的这个就特别清楚。就当涉及个人的时候，对，这个是权利，是利益的利，是吧？嗯，就是说这些利益是我天生应该拥有，对，而且我实际拥有，对，因为我实际拥有，对，我就有了 power， 我就有了力量。对，为什么我们强调公民社会？对，公民社会实际上就是把这个所有的公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这个 rights， 都有自己的，然后我们为了我们的利益，我们合在一起解决我们的集体问题，形成一种对力量。我们集体合在一起，那个就变成了 power。所以这个公民就是普通人，怎么能形成我们的这个政治的力量、权利？形成政治权利，实际上无非就是两个，一个是靠选票和选议员，就是选票可以是就是以这个公决的方式决定政策，就是用公决的方式直接决定政策。另一个方式间接就是选议员，议员替我们去做。那么其实这只是你的 power 的一个方面。你的 power 的另一面就是公民社会。公民社会就是包括了这个工会啊、妇女组织啊、学生的组织啊、这个社区的组织啊，然后我们的社区的集体的问题，我们集体形成了一个力量。比如说，这个某个大公司要在我们这儿打井，要这个开矿，我们这个社区认为它要损害我们利益，我们这个社区就合在一块儿，就变成了政治上就有我们的力量了。我们的力量就可以来反对它。那么很多很多人可能会以为这件事儿好像很小，好像这个不足为道，这只是他们的局部的事儿。但实际上，这就是民主宪政的基础，就是有没有这就是民主宪政的基础。这也是为什么当我们讲到中国的现状的时候，很多人对中国非常的悲观的，但是中国也没有人们以为的那么悲观。比如说，在疫情期间，许多的小区就是可以组织起来抗拒过度的测核酸，这就是公民社会，这就是公民集体找到了自己的力量所在。那么这样子的公民社会，实际上就是中国走向民主宪政的必须的那一步，就是它必须要有这个基础，就是公民要有能力组织起来，就是社区能组织，学生能自己组织，工人能自己组织，妇女能自己组织，任何的公民的团体，他们自己的利益，他们能自己组织，这个社会才有可能变成民主宪政。是这些在先，而不是民主宪政在先。没有这些，民主宪政永远不会实现。这就走到关键两个问题了。您的这本《制度基因》的这本书的副标题谈的是中国的集权主义制度。对。所以我们刚才讲了制度，讲了制度基因，现在再来看为什么这个理论对于研究中国的制度或者研究中国的集权主义这么重要。这是一个我知道是个很大的问题，但是刚才您反复说，其实我都在想中国现在的具体的问题。您在开始之前要问一句也是很当下的，因为我知道您天天的接受媒体采访，其实很多人都在让您一方面解释现在，但是其实所有人都想让您做预测，都想问您，如果你现在说中国是个集权主义社会，然后集权的基因又是这么清晰的存在着，那么是不是就是说中国现在就是绝望了，永远到不了民主宪政？还是说其实您是想看清楚了这些制度基因，我们就知道如果要到民主宪政需要有哪些条件？对，这个是实际上目的是为了分析这个社会是怎么演变的，分析社会演变的条件。那么当我们讨论到这个像中国作为一个集权主义制度，它怎么能够演变成为这个民主宪政的制度？那么我们首先要分析清楚，就是要演变成为民主宪政制度需要的制度基因是什么？那么它需要的制度基因呢，
最起码就是作为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它的必要条件就是需要有这个广泛存在的这个私有产权和广泛存在的这个公民社会。当然呢，这些东西呢，我现在讲的是建设这个民主宪政的社会。我现在讲的不是从极权主义变威权主义，是两回事儿。就是极权主义变威权主义是什么意思呢？是指的是极权主义垮台，它垮台了，它能不能变成民主宪政，必须要有刚才说的这些条件。这个没有是一定变不成的。比如说最好的例子就俄国和白俄罗斯，就是这是最突出的例子，就是俄国跟白俄罗斯。为什么这个前苏联解体之后，为什么波罗的海三国现在都是民主宪政？然后波罗的海三国不但是民主宪政，现在都是发达国家，经济上都是发达国家。而这些没有变成民主宪政的，没有一个能变成发达国家的。这个其实都是连在一起的，就是波罗的海国家它的制度基因和前苏联的其他国家原本制度基因是不一样的。就是波罗的海国家过去呢，如果我们历史上往前追，早在这个中世纪的末期啊、后期啊，就是进入近代社会之前啊，就曾经有过就是这个叫做这个波兰那个立陶宛联邦共和国，就是有不同的名字，但是大意就是这个意思，就是联邦，他们是个联邦共和国，联邦不是共和国，叫波兰立陶宛这个联邦。我为什么提这个？这就很重要，这是制度基因的重要部分。就是波兰立陶宛联邦呢，是当时这个波兰这个领土很大，所以那个就是这个波罗的海的这个相当一部分，现在如今的波罗的海三国的相当一部分甚至全部，和相当一部分的乌克兰和相当一部分的就是其实都在这个里头，都是这个版图里的。然后我们就要关心当时的这个波兰立陶宛这个联邦是怎么运作的。议会制。它这个议会制呢，不是今天的现代的宪政制度，但是呢，它的制度基因很重要。就是说在那个时候，虽然他们是这个某种意义上的君主制，但是它的君主制它是精英宪政制。精英的宪政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它不存在世袭的国王。他的王是贵族集体选的，是投票的，然后议会运作的，是议会的权力是最大的，这个是很重要，这个就是制度基因呢。就是他那个地方的人老早好几百年前他就认为我的统治是靠议会的，我的统治是靠投票的，所以你不给我这么弄，我就不同意，我就反对。所以他们骨子里他们的历史上就是这样，所以我们讲社会共识，这就是社会共识。就是说至少社会精英早就认为我们的统治是没有人可以世袭统治我们的，是这个统治的人是我们选出来的。就是至少我选的那人得聪明，然后至少这人选的这人得照顾我们的利益，就虽然不是所有人的利益，但是至少社会精英的利益你都得照顾到，而不是你自个儿的，对不对？你说你把这个红二代全给弄死了，这个你就违反了红二代作为社会精英的，你违反他的这个利益了嘛，对吧？你不能违反这么多人的利益啊，连这红二代利益都违反了，对吧？那就是他们这个立陶宛，这个波兰立陶宛人这个古代的时候就不能违反，对吧？这就是制度基因。然后他就是在他后来的发展的过程中，就刚才我们讲到的民主宪政的这些制度基因，在他们这些地方早都是有相当的发展，就是这个历史上都是能追到的。然后他被强迫并入苏联相当晚，所以呢，这个就是决定性的。给你倒点水。所以你在这样的制度基因下呢，
就是它这个全社会有这个很强的这个社会共识，要建宪政制度。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就是没有人是强人，就像普京这样的人，你在波兰，你在立陶宛，你在就是波罗的海三国，没有人们不会承认什么人是强人可以这样统治我们的。但是俄国不同，就是俄国这个他的这个，就刚才我在强调，就是他的这个没有这个制度基因呢，所以呢，他共产党可以垮，共产党垮了以后，他建的是个威权主义制度，就是他不是个，他还是走不到民主。对他不是个，所以当我们讲中国的时候呢，就是中国就是说集权主义制度会不会垮？垮了以后变威权主义制度，这个是相对容易的，就是比如说发生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发生有各种各样的可能性，或者是某个什么开明的人啊，等等等等，就是我之所以讲这个不是最难的原因呢，是因为这个集权主义制度呢，都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但是这个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中国已经很弱了。对，那么中国现在留下来能够维持集权主义制度呢，第一呢是靠的这个是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列宁主义意识形态呢，我指的就是不完全是共产主义的那个部分，而是共产党的那个部分，就是列宁主义里关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就是现在中国人有大量的基本的这个意识形态、基本的认知，对社会的认知是列宁主义的，中国人不知道，中国人误认为是中国的，这个其实也就很麻烦，因为在这个意识形态下，你会维持集权主义制度，因为这个列宁主义的意识形态是集权主义的。但是很多中国人不知道，具体例子之一，比如说，无产阶级原则不用说了，尊重这个，比如说一个民主集中制啊，民主集中制是列宁主义概念，这真不是中国共产党发明的，是外来的东西。然后这个党领导一切，这是集权主义概念，这都是列宁发明的东西。然后这个党不允许存在，这个内部不允许存在派。党不允许存在别的党，这都是集权主义的意识形态。这是意识形态，这不是单纯的，这个是意识形态决定了这个党。因为这个任何的，就是在政治学里讲的政党都不是这样的，就是只有列宁主义党是这样的，然后法西斯党是这样的，纳粹党是这样的，然后所有的政党都不是这样，哪怕是威权主义的，比如说，即便今天的俄国也不存在一个集权主义党，俄国好几个党都存在，就是他可以用这个特务暗杀的办法去损害别人，可以把这个什么人给抓监狱里去，但是那些党都是合法存在的，还是有合法存在的反对党。他有党，对，他有出版物，对，他有生意，对，所以他不是集权主义制度。但是你在集权主义统治下，他党内都不允许有派。对吧？你们红二代想合在一块儿，想商量商量事儿，那你就已经有反党了呀，你就反党集团了呀。这他今天不用这词儿了，他用反腐败的法儿把你全整了。这个就是这个集权主义党的特点嘛，对不对？这个，然后你这个任何的这个所谓的民主党，全部都是中国共产党的这个预算的。然后中国共产党决定你们的领导人是谁，中国共产党决定你们的这个预算是什么，这就是典型的集权主义的运作方式。因为你那些党都不是党啊，因为你一个党只有竞争是为了权力竞争才是党，这个党跟权力无关就不是党。所以而且你这个党根本这个连领导人都是中共决定的，比如预算中共决定的，你当然就不是党，你就是共产党的这个附属物嘛。这个，所以这就是集权主义制度。所以呢，你这个刚才我说，这个中国呢，这个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已经比较弱了。当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弱的时候呢，这其实是不利于集权主义统治的。但是呢，这里有一个危险，就是它这个集权主义统治延续有一个危险。这个危险呢，就是它把
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给转变成了民族主义的意识形态，这个危险是很大的。很大的。然后这个他把共产主义意识形态转变成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之后，这个极权主义是能延续的，而且还会很强，这就很危险。但是呢，如果他的民族主义没有足够的强，无法取代衰弱了的共产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这样子的极权主义统治就比较容易就是腐败。我这个腐败不是中共那个反腐败那个腐败，我这个腐败是指的这个制度的退化。就是这个制度的退化呢，它就会不再像极权主义那么的强硬，极权主义那么的完整，它就会朝着威权主义退化。那么实际上呢，在这10年前，我曾经10多年前我发明了一个概念，称中国的制度为威权主义制度，我把它叫做向地方分权的威权主义制度。原因呢，就是那个时候实际上中国的极权主义制度已经朝着威权主义的方向退化，已经走了好几步了，后来又返回来了。就是这个退化仍然还可以再产生。由于中国已经有了这么多的私有企业，由于中国已经存在了很多的公民社会，由于中国也曾经有过了相对有限的一些个多元的想法思想，那么这个其实是已经朝着威权主义退化了。就如果它朝着威权主义退化了，那么后边当这个公民社会继续发展，当这个私有产权继续发展，那么就为中国从威权主义制度转变成民主宪政就奠定了条件。